哎，大家好啊！最近我们和群里的马来西亚朋友们聊天，才发现啊，哇，对我来讲是很震惊的一个事实。2024年大马的 EPF 的 dividend 发布了，达到了多少？好像6点几了吧？6.3%。哎，所以呢，我们啊慢慢都开始得出一个结论，好像网上也有人这样讲的，就是大马人真是怎么样？你说的就他就要躺，每个人都人躺在一个挣钱机器上啊？，money making machine。对 Everyone is lining on the money making machine。啊，就说理论上是可以躺的，但多少人在躺啊？这个躺得多，躺得少，可能啊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这个 KWSP 的 EPF 和大马人的。顺便呢，我们想要聊3个话题啊。第一，我们对 EPF 的认知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这个6.3%啊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第三呢，因为咱们俩从中国过来，那么就要聊一聊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啊是怎样的。那开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我们已经竭尽所能的去做了各种各样的 search。我以前也看过很多官方的 document， 并且也问过 AI。不过难免这个话题一定不是把它做成学术性的啊。如果我们有说的不对的，也请大家尽量的来跟我们指正。收集更多信息以后呢 ，maybe 我们会非常严肃的再做一期。我们节目就是要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那这个 EPF 啊，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先第一趴，王太，你对 EPF 了解多少？我对 ETF 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 definitely 我们作为第二家园的持有者的这个外国人是享受不到的。那是肯定的。exclusively for the Malaysians， 还有就是持有这种 working permit 这样子的外国人啊，在这边有工作，然后他们可以享受的一个非常好的全民福利。现在其实政府有一个议题，我看很多议员在讨论的，就是他们讲雇主要强制给外劳也要缴纳EPF， 说2%啦，有些人说还要更低啊等等。好，那 EPF 呢是在 KWSP 这个机构下的，这个机构是叫雇员公积金。所以 EPF 它本质呢就是给雇员存钱的这么一个计划，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中国的2个养老金和公积金。那这个好玩的 KWSP 这个 W 啊，就是 Wang， 就是我这个姓 WNG， 在马来语里面就是钱的意思。然后它是在财政部下面的一个部门，1951年根据联邦的法律啊所制定的。那它其实把养老金啊管的或者说中国其实也有叫公积金嘛。我们已经看到了，是管的是很好的。关于 EPF， 你还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你也看过一些节目嘛。对，大家指正我们啊，因为这是我们粗浅的外国人的认知。刚刚说的那句话原因的出处就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他的频道名字叫 Do More。就是你讲大马人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躺在一个赚钱的机器上面，对，这样幸福。对，就是从他频道最近的一期节目，然后他邀请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理财的这个专家。这个专家为什么是理财？为什么会来聊这个马来西亚 EPF？因为他是在新加坡的 corporate 工作了20几年之后，他主动选择了这个提前退休，然后他就一直在研究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提前退休人士的 FIRE， 就是那个financial independent and retire early。然后他对比了新加坡的那个叫 CPF， 然后又对比到马来西亚的 EPF， 他发现说马来西亚真的是这个人人躺在这个挣钱机器上、造钱机器上面、印钞机上。你说这个专家是新加坡人？对，他是新加坡人。而且因为他对这个新加坡的 CPF 制度，然后研究的非常透彻，还被新加坡政府嘉奖。OK，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这种社会保障的一个专家了。对，而且他生活在新加坡，相信对两边都很了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是叫赚钱？言下之意就是马来西亚要比新加坡还要好嘛？对，他说是好得多。他用的那个词儿，用的英文词儿，我们翻译成中文可能叫垂涎欲滴，就是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的有点流口水了。是dual on。他说这好好玩哦，因为在我的理解里，我也经常听新加坡的朋友说，他们政府给他们制定了什么时候退休拿到100万的计划啦，好像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的保障。他在哪些点上觉得，大马的这个 EPF 比起新加坡更像是一个可以躺着就可以赚钱的机器啊？他有几个点，首先他就提到了说，就是可能新加坡政府的这个大家长式的一个管理方法，它的 CPF 在取出的时候是有严格的条件的，一个是要达到年龄限制，而且要分批次。跟咱们很像，比我们中国已经宽松非常多了。那你再接着讲讲。对，那么他这个新加坡政府，我觉得根据这个嘉宾的介绍，他就是担心人民一下子全部取出所有之后，一下子把钱花了用于度假、个人消费，反而不能够起到养老的效果，所以用心良苦的设置成好像2个年龄阶段。
55岁还有65岁还可以取，然后55岁取的时候也是要有分别的这个针对性的用途，什么子女教育啊、保险啊，这个才可以。但是他说对比这个取出的难易程度来说，马来西亚就显著的优于这个新加坡，并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限制条件，好像是一达到年龄就可以自己选择要取多少出来。OK， 这是第一个点，还有什么？第二个点，它就是比较了非常诱人的这个回报率嘛。他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回报率是一骑绝尘，在历史上，而且经历过这么多 ups and downs 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利率一直都是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新加坡翻倍都不如它。哦哟，这个我们在第二趴就我们讲为什么大马的这个6.3很高，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再具体讲讲。还有怎样讲？第三个他可能就是讲到了嘛，就是因为这个 Do More 的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们新加坡人嘛，就是赚钱赚的毕竟多，我们马来西亚人嘛，毕竟是工资很少，其实也不能存下很多 EPF。是。那这个里面可能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好像是马来西亚人可以自己把自己的钱，在哪怕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没有雇主的情况下，好像还能够去存到这个EPF 里面去，然后享受这个政府理财的这个超高理财能力的这个收益。好像新加坡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权。总之听起来，除了理财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它的灵活性更高。对。就因为第二、第三点结合来讲的话，等于你可以主动使用 EPF 这个工具，享受它的这个超高利率带来的最惊人的 compound rate。是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你这个翻倍的这个惊人倍数是让你不能想象的。是的。这个新加坡嘉宾他认为非常可惜的就是说，年轻人，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对 EPF 不是特别的热衷。其实他就想劝诫，不光是年轻人。其实从中年人whenever 你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用足他的这个政策把钱存进去，因为你就是躺在印钞机上。所以他作为一个新加坡认可的社保专家来劝大马的年轻人，你们真的要好好利用啊！我很羡慕你，对吧？对。我们第三趴来讲一讲，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什么羡慕你们啊，大马人？但刚才这个王太讲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它的灵活性，我也可以做一些数据上的补充啊。因为根据我所看到的一些资料呢，确实啊，大马是55岁就可以选择你把自己的 EPF 一次性取出。那你能猜一下有多少人会选择在55岁就一次性取出？有多少人选择留下来接着分批的在这个赚钱机器里面去赚钱？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数据。我就让你猜一下嘛，我知道。我猜啊，我估计比较少吧，20%，71%的人其实选择在55岁的时候一次性取出，然后5年内有50%的人就把钱给花光了。猜的还蛮准的。所以它的这个灵活性其实我相信有些人又会觉得呢，很多人拿出来既钱不够用又有些人乱花呀。其实有些人以前跟我讲过，拿出来就花到不该花的那些地方，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很快就把钱给花走了。这是有个问题。那第二呢，其实这个 KWSP 网站我也去看了，它其实是允许你从1块钱到10万令吉每年最高，还有这个 limit， 你可以把它给存进去。整个 EPF 719万会员，也就相当于大马劳动者1半的人参加在里面。但是呢，确实就是说那些没有雇主的那些自雇的这些人士里面，只有30%的人会加入，而他们社会调研平均的薪酬只有1200令吉，所以他们一交剩下来就900多了，就很多人确实就不交了。对，那个嘉宾在这个节目里面他也讲了一个问题嘛，其实他说马来西亚社会对比新加坡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上的结构构成的不一样，就是马来西亚人的 entrepreneurship，就是他们自发的去成立自己的 business。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多人不用上 EPF， 不给自己去存这样一笔钱，其实是很可惜的。那么你是 EPF 的会员吗？你自己会给自己多交吗？你怎样看待这个赚钱机器也欢迎您来下面留言，我们把它讨论起来，对我们是个补充。好，讲完这个，刚王太有提到了，它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机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一个6.3%。首先我回顾了一下，在历史上它的KWSP 的网站其实就罗列出来，像你讲最高在80、90年代高利率时代它确实一度达到超过8%。这个但当年利率都很高的，我看美国的很多债券在当年都是发6%、8%的这种票息的债券也是很多的。可是你看，我们就以最近的几年，2024年6.3%，对吧？2023年5.5%。2022年经济好像应该相对不好的5.35%，再往前6.1%、5.2%都是稳定且不错的。对啊，直接比我们二家存款的利息，它比我们二家存的那个100万的那个 deposit 要高得多了。我们是单息，就我们的利息既不能取出来，也不能放进去 compound 去滚动，对吧？第二呢，我们每年其实我问了一下，是会浮动调整的，随着大马公布的马币的定存利息而调整的。我们是2023年加入大马的第2家园存款3.5%。
6.5算是不错，但是因为当年利率高，就是毛毛雨啊，跟它比就很差，而且它投入房地产，投入海外好像高达40%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为什么讲股票还是股票也有对大头，所以我为什么讲它好？你看它会Mr. DIY 很好加码，就是它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它都是一个很成功的基金啊。我现在不是前2年开始学习做股票投资，我就知道稳定的保持在5%和6%不容易。对，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要接力 ups and downs， 你还要对大家负责，所以它这个组合本来就是要稳定一点的，对，因为不能太那个激进吧。我们一个忠实的非常好的这个顾客，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好朋友，他是那个投资理财专家嘛，他就有给我看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局，他们 historical 的一些 data。他的这个投资的 investment portfolio， 他的那个股市只有45%好像，其他非常 diversified， 投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像还有4、5大类里面。是，我不是那种很激进的投法。是它一定有个组合，你比方说股票和房地产，它有个相反的系数，它这样去构成形成了一个很好的 portfolio。我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在管，但是我想说这个你们的为大马人民管理资产的效率和效果真的都是很好的，真的要为他们点赞啊！任何时候6.3%都是不错的。你知道我最近在去看一些美国的债券啊，美国的债券去买，我如果平均的 yield to maturity 的整个就是说平均的回报来讲，能达到4点几就已经不错了。那你看中国发行的国债，那不是更低吗？啊，这是国债嘛，因为现在只有在2% 不到了。好，这个是6.3%。哎，那么你们之前还有那个话题就可以继续了。你说它的回报和新加坡比也是更不错，对吗？对，新加坡好像average 就是3点几。哦，大家可以补充啊。那我想，有可能组合不一样，或者新加坡对钱的用法，它这个资金的理念不一样，换取更高的安全性等等等等，或可能不一样。那么请大家来补充，帮助我们完善。这就是第2趴，来讲讲这个6.3%啊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像你讲的，哎，我之前我想应该是可以滚的，不然我把钱拿出来再放进去，那它也是滚动嘛。所以compound的这个6.3%就不得了，指数有这个指数的力量。好，那么我想再插一句啊，这也不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节目里面听说 EPF 是马来西亚人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一个平等的理财的权利。最早我是从我们节目下面的观众留言，就是老观众 Tension， 他就讲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印钞机。他也拿单进啊，就是他当时就提到利润很高，而且是有机会每个人把这笔钱再额外的加进去。我跟你说，如果我有资格啊，谁要是来雇我啊，把我当成外劳的话，我肯定就是大部分的钱，因为像我们40岁啊，按照理财的观念，一般性就是你40%就要放在保险的保守的这种理财方案里了。我肯定就放那里啊，不然6.3%哪里去找？哪里去找？你说说看。但是对不对？你这样就意味着要注销自己的 MM2H 了，对不对？没有，我只是这么说嘛，但是也没有人可以雇我啊。这个我们第2家园好像没办法，还是啊，这个更加重要一些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 EPF 啊，它这个厉害的地方。但我们也看过数据，好像平均存款不是那么多，而刚工作20、30岁的人，中位、高位和这个低位在10几到20万之间，到60岁就可能去到39万，好像在更多，我不太记得。那么你会看到大家存的钱不是更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除了理财的意识，还有呢就是整个大家的收入水平啊，可能也是有些关联吧，对吧？对，所以我其实刚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想法，但如果这个annual 的这个 interest rate， 如果 versus 他们每年马来西亚本土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价格增长，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如果像马来西亚华人，我们中国人也都有一种买楼的情节，大家一直都会觉得赚了钱就去买楼，是不是？其实 compare with real investment property 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话，这不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是，它本身也有部分的钱就是投在房产里嘛，相当于你买了它就买了股票，买了房产，买了海外资产等等等等，你做了一系列的投资嘛。买了房产的话，你房产抛掉，你还有一个 capital gain 的这个 tax 嘛。我想 EPF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观众，就是你将来取出之后，你会需要交税吗？我不知道，但是朋友们，我猜一下，应该是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大马对于 capital gain 是比较松的，最近刚刚在讨论赚到多少10万马币还是以上的时候才去征收2%的 capital gain。我也觉得应该是。然后你的海外的股票投资，另外呢就是说你的这个 capital gain 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甚至于不 tax 的。你知道美国之前是没有实现就要 tax 20%的。它万税之国。中国也是啊，因为我们有限公司因为准备那个 IPO 啊，就是我们很多钱还没有实现变现的情况下都要先 tax。
就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不会有 tax， 因为这是一个 social benefit and welfare，应该是会是在税前列支的，应该不是免税的啊，这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说错了，还是大家来补充啊，我们非常谦逊，因为这个事情上研究再透彻，也不会有大家了解这么多。好，那么真的就是第3部分了，来聊一聊我们相对熟悉的，我们来自中国的社保是怎样做的？因为我们先把医疗撇去啊，那么相对应比较接近的就是养老金和公积金这2个东西，对吧？它的运作有其类似的地方，除了公积金来说，你买房啊、租房啊是可以拿出来一些用在房产上的，其他地方呢，它的运作啊相对是差不多的。但是王太，你觉得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中国，你现在跟 EPF 比一比呢？就最大的不一样啊，我们所说的 EPF 你缴进去的钱分你的个人自付部分 individually contribution，还有一部分是你的雇主 employer 是他的 contribution。对我们中国来说的话，你住房公积金那是很小的一部分，你当然是将来在取用的时候是可以全部拿出我的个人和公司缴付的。但是你的养老金啊，它已经首先设置了非常苛刻的取用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身故，然后你移民了，这个移民是转换国籍啊。是，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只可以取出你个人的缴纳部分，公司缴纳部分，你的钱东家给你缴的是 twice，就是 double 你个人缴部分那些，通通都是我们讲就是被平均了。对，这个可能要先说一下缴纳部分。我们跟大家来讲 ，EPF 呢是平均缴24%，然后个人和企业应该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可能企业略多一点，个人呢略少一点。在中国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压力都转嫁到企业身上，企业要缴平均是20%，个人要有8%。然后呢，这个钱会怎么用呢？一大部分呢，其实国家叫统筹制，他把你的钱全部拿去，由他来决定怎样去用。那这个部分就先不要想。然后呢，你个人的部分，等到你比方说养老金啊，你退休之后呢，是要严格的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比如现在讲你要工作满20年，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按月20年，还不是工作，缴费嘛，你还要按月领取，比方说每个月5000啊6000，你就这样叭按月的领，你不能说我自己拿出来或者多拿少拿，还帮你去这个怎样告诉你今年赚到6.3%，我想它也是在运转的一个基金，但是这个跟你就没关系了，因为你只要按月固定的拿出来就好了。那非常可悲的是，我算了一下，我工作16年还是17年，我的个人账户里面的这个钱，我要就我可能退休的前10年，我领的全是我个人账户的这一点钱。我应该这样说，就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它的那个是一个你的长寿的博弈。你要是活得越久，你能活到120岁，对，因为你按月领嘛，赚到了，有点像赚到了，因为这部分你就能够用到你的这个单位给你缴付的那部分。其实就有点像保险嘛，你保险也是这样的啊。OK， 你某些商业保险你好了以后，等到你老了是按月领取的，那么就是你讲的，就是你活得越久，肯定是领得越多嘛。对啊，就更不像是你的钱，那它有这个特点，好像社会性啊、统筹性啊更强，它好像覆盖面啊，其实要比大马要宽，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体系。但是呢，城乡之间差异很大，就城市人口它的替代率，就我退休拿到的钱和我的原先的工资平均比起来啊，差不多有60%，农村就很差，要差上好几倍，差一个数量级的差，他们就拿到的钱就很少。但是你知道中国大量是农村的人口嘛，然后整个14亿里面有9亿都是农村人口，而大马呢35%，但这是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会说 OK 我的替代率还不够，所以你看我很全就把钱给花完了。大马还有个现在老龄化的问题，因为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2000年时候的3.8%已经上涨到去年的7.3%了，那55岁就能拿。65岁的人口又变得越来越多，这个 gap 也在这个加大。不过我们想讲中国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看这么难。其实王太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能不能一次性取出来啊？有，你要么就是这个移民了，是吧？完全移民，像我们第二家园行吗？不行，我已经试过了，试过了是吧？虽然社保局上说长居海外，但我们都去问过了，也不行啊。他说你要取得，他说要取得什么来着？然后变换国籍，要变换国籍，对，要么你就是往生了才行，所以更不像是你的钱，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很这个羡慕大马人的 EPF 的一个计划了。对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羡慕点，我作为中国人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社保它是有一个交的上限的。它不是你想要，不是根据你的 actual salary 然后来一个 percentage 20%、8%，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 cap 到一个这个上面去的。那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就业劳动市场是一个潜规则，就是
很多私营企业小业主啊，他们就按照最低档的最低工资给你去交，规避可能只这个成本，真实工资的30%-40%的这个低的基数给你去缴，所以就造成了你其实年老之后，你的这个放的里面的这个钱就很少，你的每个月领取的养老工资的这个数额就非常非常的小。对，是的，而且不能自己往里加钱哦，没有。是啊，但我们具体不展开了，什么社会平均啊、3倍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值，我觉得还面临一个政策变化的风险。因为去年中国就说，哎，原先你比如说我们俩都工作满15年了，说你们退休就可以领钱了，突然政策风向变化了，说，哎，不好意思啊，不够啦，80后、90后朋友们，你们还得多工作，我们俩都又变得不够了，就是我们交的钱也可能会取不出。没关系，我们是是爱国嘛，这是支援国家建设。OK，就不许了。好，那么这是3D啊，应该是各有一些不同。主要呢，我们还是谈了大马的，以及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比较，哪里说的不对？你有些什么想法？欢迎我们讨论起来。就这样。我们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印钞机啊用起来啊！对，大家赚到花红、赚到钱了以后呢，不要忘记啊，我们在3月14日还会开快闪食堂，再开一天哦。这次的主题是 Rose and Romance，很浪漫的一些菜，价格很优惠啊，欢迎来联系我们，拜拜。